因为合同上留下的是一家公司之名，等于他们是和那家公司签的合同。只听说房东很有钱，早早就买下了几条街的商铺，然后出租给大家开店。以管城现在的繁荣来看，一条街的铺租都不少钱了，人家还有几条街呢。有钱人是越来越有钱呀。林健问了转让费用，又进店里看过店铺的大小，觉得够他开诊所的，便跟店主谈成了转让的费用。他想杀价，他们这种合同未到期就要转让的，是连同年限一并转过去的，等他们谈好了，再通知房东过来重新签一份合同就行了。这些事战月都不知道，他甚至不知道他的情敌盯着他们呢。他和曾小雅一起带着唐师傅去看过了他的房子，他说了大概怎么装修，材料都是他自己买，需要买什么材料，唐师傅告诉他就行。然后三人去吃饭，饭后唐师傅报了一个装修价。战月望向曾小雅，见曾小雅点点头，他便爽快地答应了唐师傅。他说道，唐师傅是曾医生介绍给我的，我绝对信得过唐师傅，就不和唐师傅讲价了。唐师傅到时候过来开工有多少个人，我帮你们安排好住处。唐师傅见战月那么爽快，他开价多少，对方都同意，很开心。他说，我有4个人，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弟弟夫妻俩。行，唐师傅大概什么时候过来开工？我需要先准备什么材料，要准备多少？唐师傅说道，等我回去算好了再告诉你。我现在手里的工程还要再做上3天才能收工，3天后我过来你这里开工，你这3天里先买好水泥、沙子等。战月应着，好。这个时候战月的手机响了，是他家大嫂打来的。曾医生，唐师傅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战月不想当着曾小雅的面接大嫂的电话，怕耳尖的大嫂听到曾小雅说话。虽然大嫂知道他对曾小雅一见钟情，但他开始行动了，大嫂是不知道的。在还没有把握之前，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，至少要像七哥那样，快要结婚了再让家里人知道，免得爱吃瓜看戏的嫂子们及长辈们偷偷跑来看戏，惊扰了曾小雅，反而会给他追妻拖后腿。大嫂，怎么了？战月接听了海彤的电话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兄嫂主动打电话给他，肯定是有事要他去做。老八，你现在哪里？方便去万盛街一趟吗？我往你微信发一份合同，你找家照相馆，一般都可以复印和打印的，然后将我发给你的合同打印2份出来，再带着那2份合同去万盛街339号。原来的店主要转让他的合同还有3年期限的，不过新租客还是要与我们签一份合同，这一次的期限是街上未租客的，3年后再重新签合同。战月说道，好，我等会儿就去打印好合同，然后去帮大嫂签一下合同，我等会儿会将押金退回给原来的店主，你帮大嫂收一下新店主的押金。行，麻烦你了。海彤实在不想为了这件小事跑一趟，他又在外面应酬，不好安排管家过去代签，只能拜托老八了。老九说的，老八在万盛花园买了房，他敢说老八现在就在万盛街附近。大嫂说的哪里话，小事一桩，不麻烦。行，那就这样，大嫂还在忙呢。大嫂忙吧，等会儿办妥了，我将押金转给大嫂。不用了，大嫂记个账就行，那点钱你拿去花吧，当是大嫂给你吃营养的钱。战月，大嫂，我家里很多补品，不缺营养，你买了房子不需要装修呀，以后用到钱的地方多着呢，那1万几千块的押金不用转来转去的。既然大嫂都这样说了，战月便不跟大嫂客气，用大嫂的话说，不过1万几千块钱，不用推来推去，大嫂只要记个账，清楚那笔押金哪里去了就行。10分钟后，战月回到餐厅里，又和唐师傅聊了一会儿。曾小雅要上班了，3人才从餐馆出来。
曾小雅匆匆回家，骑上她的电瓶车上班去。唐师傅则回家，只有战月还留在诊所里陪着二叔二婶聊天。聊了一会儿，他才去帮大嫂办事。等他到了339号商铺，发现新的租客竟然是他的情敌林健。林健也没想到来的人是战月。怎么是你？林健看到战月，满脸的惊讶，没想到战月是房东的小叔子。林医生，还真是巧呀。林医生这是要租我堂嫂家里的店铺吗？战月说是堂嫂，是刻意让林健误以为堂嫂家里有钱，他家里一般，保留实力以后才能反压情敌。房东是你堂嫂啊？听到是堂嫂，林健果然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亲嫂子就行。若是亲嫂子，情敌有个那么有钱的嫂子，那么情敌的条件就比他优越了。堂嫂嘛，隔了房的再有钱，当堂哥的也不会帮堂弟太多。对啊，是我堂嫂的，我堂嫂忙，没空过来，我刚好在家里养伤，住得不远，堂嫂就拜托我过来帮她办这件事。你们谈好了转让费用吧，若是没有意见，那就签合同吧。3年期满后，叫大嫂涨林健的铺租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不租了吧，我现在那诊所在那里开的也不错，周围的住户都习惯了去我那里看病，若是搬迁了，他们不方便，也怕他的老街坊来了万圣街会去增加诊所，哪怕知道他未必能抢得了增加的患者，但同一条街道距离就100多米远，还是很容易形成竞争的。林健心里也希望能将增加的老熟客拉到他那里去，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取代增加，成为这条街道唯一的诊所。但房东是情敌的堂嫂，哪怕只是堂嫂，林健还是不想租了，不想自己辛苦赚的钱要交一部分给情敌的嫂子。小雅说这个姓战的是他的病人，可他分明从姓战的眼神里看到了对小雅的情愫。林健就像战月一样，早就视对方为情敌了。哎，林医生，你怎么反悔了呀？刚才咱们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那店主没想到他通知房东过来签合同时，林健竟然反悔了，有点生气地指责林健，觉得林健就是在耍他。林健歉意地道：张大哥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这条街道繁华，人流量大，你贴了转让，很快就能赚出去的。我先走了。林健匆匆地离开。战月在心里吐槽了一句：怂货，既然合同签不成，战月只得回复大嫂。海童满不在乎，这一次签不成，下次就能签成了。那条街的商铺向来不愁租，其他街道的商铺有时候被退租后，就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重新租出丢。他叫战月留着那2份合同，下次有新租客了，再让战月过去帮忙签合同。战月重新回到曾家诊所，林健会在二叔二婶面前刷存在感，他也会的。身为战家的少爷，战月能说会道，懂得也多，不管二叔想聊什么，他都能和二叔聊下去。就是聊八卦，战八少爷也多的是八卦。例如公司里那些职员的八卦，当然他不会说出人名来，自己家人以及朋友的八卦，他是只字不说，一直聊到深夜，战月才离开。与此同时的医院，林健提着他亲自给曾小雅准备的宵夜去了曾小雅的科室，曾小雅却不在诊室里，问了护士，说今晚特别忙，曾小雅一晚上经做了2台手术，目前在做第3台手术。林健问：你们是不是有人吃了芒果或者喝了旺旺牛奶？在医院上班的人是很怕收到芒果和旺旺牛奶、旺旺雪饼的，要是有人带着这些零食来吃，或者有人送给他们吃，当天晚上他们整层楼的医护人员都会忙，得团团转。那名女护士苦笑的道：有个病人出院了，感谢我们，就给我们送来了一大袋水果，水果里有芒果。林健笑道：怪不得了，那
我将宵夜放在你们曾医生的诊室里，等他做完手术出来就能吃了。麻烦你帮我告诉他，宵夜是我送来的，也是我亲自下厨为他准备的。那名女护士明白了，笑道：行，我会告诉曾医生的。曾医生的追求者还真不少呀，他的学长也喜欢他。1个星期后，阳城下午4点多，太阳已经没有正午时的毒辣。蓝氏集团还有1个小时便下班了。战维在蓝氏集团门口摆下了一片花海，自己右手捧着大束玫瑰花，更准备了钻戒，准备向蓝若若求婚，同时也租来了一架小型直升飞机，等会儿帮他在天空放下他的求婚爱语，再在蓝氏集团门口这个范围内撒花，制造天女散花的浪漫之景，保证能求婚成功。2个人都见过了家长，双方家长都很满意。战维也知道蓝家催着若若早点和他领证，他还没有求婚呢，别人有的他家若若也要有，便准备在今天下午蓝若若下班时，当众向他求婚，让蓝氏集团所有人见证他们的幸福。公司门口的动静，很多员工都知道了，也就是蓝若若在高层，他还不知道。战维让大家不要提前告诉蓝若若，他要给蓝若若一个惊喜。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，下午5点半是下班时间。蓝氏集团的员工出来，看到公司门口成片的花海，再看西装革履的战维，俊美非凡，手捧花束，这是要向他们蓝副总求婚吗？这种事大家都想看到结果，只要不着急回家的人，都逗留在公司门口等着蓝若若出来。蓝氏集团那么大，总部的员工也很多，大家都逗留在公司门口等着看战维求婚。很快公司门口就挤满了人，蓝若若与几位客户一起下楼的，她和客户谈了1个下午的生意，总算谈妥，合同都签好了，也不枉她花费了1个下午的时间。还没有走出办公大厦，蓝若若就觉得不对劲，快到大门口了，她看到公司门口挤满了人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蓝若若歉意地和客户说了声对不起，就匆匆往外赶。公司若是出什么事，处理不及时，被媒体知道报道出去，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影响。蓝副总来了，有人看到了蓝若若，大声叫喊，然后等着看热闹的员工主动地给蓝若若让出一条路来，让蓝若若畅通无阻地走出了公司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都挤在这里举着手机拍什么？蓝若若板着脸严肃地开口。待她看到眼前的那片花海时，她愣住。战维打电话给直升机上的人，让他们飞过来，给她放下早就准备好的爱与常服，然后给她撒花助兴。打了电话后，他手捧着鲜花，走到蓝若若跟前，单膝下跪，仰头深情地说道：若若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一生一世对你好，只对你一个人好。蓝若若，战维，你这是向我求婚吗？这家伙都没有透露过半句，他还在想要不要暗示他一下，让他向他求婚。没想到他偷偷准备好了，还选在他公司门口，下班时间，整个公司的人都在看着呢。天空飞来了一架小型的私人直升飞机，飞机上的人放下了红色的长条幅，上面写着蓝若若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然后很多鲜花瓣从半空中洒下来，犹如仙女散发，又如下着花雨，好漂亮。蓝若若震惊过后便是惊喜，围观的员工不知道谁叫喊：蓝副总，答应战总的求婚吧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其他人跟着起哄。蓝若若笑容灿烂如正午的太阳。若若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余生都爱你，疼你，宠你，一生一世都只爱你一个。战维认真而深情地许下承诺，他眼神炽烈又满是深情。蓝若若被他这样看着，心都化了。他笑着又带出了点娇羞。
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求婚，他再厚的脸皮也会害羞的。但他还是很快伸出双手，从战维手里接过了那束花，大声回答战维：战维，我也爱你，我愿意嫁给你。战维开心地拿出了准备好的钻戒，套在他的手指上，人跟着站起来，高兴地一把抱住了蓝若若，转了几个圈。蓝若若笑容灿烂如花，围观的人本能的鼓掌。他们的蓝副总总算要嫁出去了，虽然让他们很意外，蓝副总最后竟然是嫁给他们公司的死对头。不过最近杨太不抢他们蓝氏的生意了，还有意向两家合作呢。这是蓝副总和战总恋爱带来的效果。战维停止了转圈圈，深情地凝视着蓝若若，然后深情地亲上了她渴望已久的红唇。认识了多年，非常了解对方的两个人，再看清楚他们的感情后，进展是神速的。都不到2个月，战维已经求婚成功。求婚成功后，战维带蓝若若去吃饭，饭后又去逛街、看电影，做了很多情侣都会做的事。晚上10点多，战维才送蓝若若回家。蓝家大宅安安静静的，只有1楼亮着灯，院子里的路灯安安静静的。这个点，家里的佣人包括管家都下班了。蓝若若自己用钥匙打开别墅大门，她邀请战维：来都来了，进去喝杯水吧。我爷爷应该还没有睡。这个点，1楼还亮着灯，不是我爷爷在看电视，就是我妈。战维开车进了别墅，他下车后笑道：就算你不邀请我，我也要厚着脸皮跟着你进屋的。蓝若若笑，她上前一手抱着战维求婚送给他的那束花，一只手挽住战维的手臂才进屋去。大厅里，蓝爷爷的确还没有睡，电视也开着，播放的是打仗的电视剧。蓝爷爷这般年纪的人，经历过战乱之时，他老人家就算生在富贵，也喜欢看抗战的电视，看的还是以前拍的那种比较真实的。如今的电视剧，别说蓝爷爷看不进去，就是蓝太太这个年纪的人都不喜欢看。不仅蓝爷爷没有睡，就是蓝太太夫妻俩也没睡，父子俩在下棋，蓝太太则在看书。其实3人就是等蓝若若回来。战维在公司门口搞出那么大的阵仗求婚，早就传遍了整个阳城。蓝家的长辈自然也知道了，还是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。亲朋好友们都打来电话道喜，等着喝蓝若若嫁人的喜酒。蓝爷爷最开心，听到脚步声，3人都望向了屋门口，看到新鲜出炉的未婚夫妻俩，3人脸上都带出了笑意。蓝太太合下了书本并放下，人跟着起身走向2人。若若、阿维，你们回来了，要不要吃宵夜？妈给你们做了宵夜，就等着你们回来吃的。战维叫了一声阿姨。蓝太太笑道：你已经向若若求婚成功，你们如今算是未婚夫妻，早晚都会结婚的，你可以叫我妈了。妈，战维也就是向我求了婚而已，还没有。妈，战维嘴甜的改口，一声妈叫出，直接就让蓝若若的话断了。他偏头看战维，战维笑着说：妈说的对，我们早晚都要结婚的，早点改口，早点习惯。妈，我和若若还真有点饿了呢，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宵夜，谢谢妈，妈真的太好了。战维平时不吃宵夜，不过这是未来丈母娘给他准备的，怎么着都要吃一点。我知道你们俩平时是不吃宵夜的，怕长胖了，也没有准备太多，就给你们俩1人1只大鸡腿。那只鸡是家里工人从乡下捉过来的，说是他们自家养的走地鸡。阿维，你求婚成功了，妈祝福你们，就给你们大鸡腿。蓝若若，妈，你居然给我们准备了大鸡腿，吃完1只鸡腿，我得重多少斤？1只鸡腿能胖多少斤？以为你很胖呀，都快瘦成1根筋了。他们都说要吃鸡腿的，妈特意让他们回乡下捉只鸡回来，让你们吃到最好吃的鸡腿。这里的人结婚，新婚当天，
的确是要新郎新娘各吃一只鸡腿，可是他们还没有结婚呀，战维不过是向他求婚而已。要是他和战维领了结婚证，母亲给两人准备2只大鸡腿，蓝若若二话不说就吃下去了。此刻都快深夜11点了，她是真不想吃，怕长胖。真正的走地鸡，鸡肉都很好吃，更不用说大鸡腿了。妈，谢谢你，你有心了，我和若若现在就去吃。战维扯了扯未婚妻，1只鸡腿而已，不会长胖的。蓝若若最终没有再说什么。爷爷，爸，我送若若回来。战维又走过去跟那对父子俩打招呼，还凑近前看了一下他们的棋局。回来了呀，回来了，快去吃鸡腿吧，这是你们妈特意给你们准备的。蓝父温和地道。蓝爷爷则是笑着说，孙女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遇到开心的事了，放肆一回又如何？放心吃吧，不会长胖的，你也不胖，你的身标如同模特一样标准得很，不信你问问阿维，就算真的长胖了，阿维也不会嫌弃你的。战维笑，我不嫌弃，不管若若以后变成什么样，我对她的爱都不会变，爱她便是一辈子。他爱的是她这个人，又不是图她的身材好，容颜俏，他的圈子里都是俊男美女。蓝若若这样的颜值，并非他见过最美的女人。爷爷，我和若若去吃宵夜了。战维拉着蓝若若往厨房走去。他在蓝家这里吃过几次饭，对蓝家的格局熟悉得很。进了餐厅，战维自己进厨房，端着丈母娘给他们留的2只大鸡腿出来，还拿了2对一次性的手套，免得弄脏了手。我不要吃鸡皮。好，我帮你吃掉。战维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拿起1只鸡腿，撕开了鸡皮，然后将那只没有皮的鸡腿递给蓝若若。之后他拿起自己那只鸡腿，让蓝若若跟他碰一下，咱们就当是碰杯了，若若往后余生请多多指教。蓝若若笑，吃鸡腿吃出了喝酒的感觉。战维也请你余生多多指教。2个人相视而笑，慢慢地啃着他们的鸡腿。战维的眼里全是他的心尖人儿，吃着鸡腿都还深情地看着蓝若若，让蓝若若生出一种他想吃了他的错觉。